嗨，朋友们，大家好。从这个视频开始，我会从零开始讲静坐方法。其实，在去年我有一条视频已经涵盖了静坐方法的基本内容，最核心的部分都在里面，甚至包括基本的。你好，静坐作为华夏的古老技能，无数人推崇，无数的静坐的坐姿也有顺带提一下。但是我觉得讲方法的东西，如果脱离了反馈的话，它就是一个很枯燥、很没有生命力、很无趣的内容。方法是人在练的但是我的关注确实也不多，所以我就想尝试性的，我从零开始讲静坐，看看有没有一起在训练的朋友，然后给出一些反馈。然后呢，我就可以从这个反馈，就是有一个受力的点，然后再展开讲。因为之前我其实有收到过观众朋友的反馈，就是说，老师，我觉得你讲的内容就是一定要训练之后才能看，那不然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啊，你要先去实践，然后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后面是什么样子。一个苹果，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味道，你要自己去吃了，然后我们才能说它是什么样子。它不是说我教你折个纸，然后你跟着我把这个步骤折下来，基本上大差不差的。训练，不管是肌肉上的训练，不管是音乐各种乐器的训练，就是这种技能一定要是自己去亲自实践的，然后反馈，然后再指导，反馈指导，反馈指导。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我们的话不太愿意去讲说静坐是零基础，还是你有什么我已经有了10年的静坐基础，不太愿意去这样描述自己的学习过程就是每一坐都是第一坐，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我们从零开始学习静坐，每个人可能他谈不上是零吧，像静坐、冥想、各种禅修、打坐的内容，甚至修炼这些词汇，多多少少我们在过去都会在一些书籍、影视作品，比如说像宗教性质的教堂里面的静默，还有寺庙里面的打坐，这些多少都会有一些听说。伴随而来的是，我们会对禅修、对静坐这些内容会有一个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不能说是叫做零基础了，其实是已经对它有观点的，但是这个不重要。也就是说，在我想要开始静坐的时候，我对静坐的看法，我对静坐的观点是不重要的。看法是一个比较静态的东西，随着我们的练习，这个看法、这个观点一定会发生变化，所以尽量在初期的话，用一个动态的、会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它，就算是做不到这种变化也没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是从告诉你静坐有多好，或者说静坐的好处来吸引你静坐了，就是我们已经决定了自己想要选择一个静坐或者冥想的方法，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想法，然后才去找方法，然后想要来开始静坐？这个虽然是一念之间的过程，但是呢，它却有很多的处理方法。一个是我起了这个心，我确实是想要静坐，然后我就产生了要怎么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静坐的这种疑问。但是在中间，我们可能有极少的人就是会觉得说，我现在想要静坐，就直接去做了，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部分。至于我们想开始静坐，用什么方法静坐，用什么方法冥想都不重要也不要一上来就是说我要找个老师，我要怎么样，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也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的大，觉得它好像是关乎于它的就好像是一块很大的石头扔到水里面会溅起很大的水花。哪怕静坐，正确的静坐，它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发生完全的变化，发生完全的质变。但是
在我们刚开始静坐的时候，没有必要这样子啊。静坐它和其他的身心训练的方法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是，它是零要求的，或者说换一句话叫做零成本。可能像我们去跑步、去练瑜伽、去打拳、去跳个舞什么的，需要换上对应的服装装备。可能有的人他不是在自己家里面训练，需要去到一个地方，然后才能开始去上这个课，然后再开始训练。我们先暂且不管这些种类的商业化，我们直接回到静坐本身，或者打坐，就是盘腿席地而坐就行了。至于我需要去用什么方法，我需要去找什么老师，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呼吸，什么样的，就是这些不太重要啊，而是说先开始做，做了之后我有了感受，我有了疑惑，我对于我自己的切身体验，在这一刻我真的是有这个疑惑，然后再去搜索我要怎么静坐。就是这么简单的开始静坐，没有任何准备，而是直接开始静坐。也就是静坐本身是一个零成本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它想象的很大，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虽然它可以在人的生活里面产生让一个人发生天翻地覆质的变化，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就是一点点尝试、反馈、调整，尝试、反馈，有了疑惑寻找答案，调整，然后继续尝试，就是这样不断迭代，不断迭代，始终用一个变化的、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看它，不是说就板上钉钉了。我今天就我都还不知道静坐是什么东西，我要在我一个不知道的状态下去选一位老师，去选我的方法，没有必要用现在这种局限性的眼光去为接下来的事情做那么长远的打算。我们先能做多少是多少。当然在我们一无所知的时候，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缘分，这是我们经常说的，看你和什么方法有缘，你和什么老师有缘。这些它缘分不是说我一定要这么选，它仍然只能是作为我的选项出现的。就是说从我的视角而言的话，它是我的待选项，我用不用这个方法，我想不想跟着这个老师练习，是我来决定的。那这种心里面的清净就是没有来由的相信，我们也可以暂且放在一边。那我们现在就是轻装上阵，把前面这么多的好像看起来很大的事情现在变得很小，就是轻松的去做，直接去做个5-6分钟10几分钟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开始静坐的很好的开端。不会做的人，空杯的心态去学习，那是很好的状态啊。会做的人，就是确实是按照正确的方法来练习的话，他不会在乎10年、5年、20年这个标签。有多久的静坐经历，每一坐能够做多久，和静坐方法的正确与否不可能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开始静坐的时候，更多还是观念上面的问题，方法再说。还没到选方法的时候，不要一上来我要做那个，就是把自己的路给走得越来越窄了，不要这样子啊，就是很轻松的开始静坐，然后有反馈，有调整，然后继续。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静坐的判断一定是舒适的。不舒适的静坐，需要用熬的静坐，让我感觉到有一些难受的，或者说这个老师让我感觉到不舒服，那一定可以过。静坐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是舒适驱动，也就是我舒服，就是人就是因为舒服才会进步，不是说我要在这个静坐上面受苦，我要有什么磨练，然后去获得什么样的东西。只有人们的脑袋里面会有这样的剧情，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它跟剧情没有关系，它跟人体共同的规律才有关系。正确的静坐方法是有的，不是说大家一提到静坐啊，这些门类啊，就千奇百怪，就是成百上千的，好像就变得非常的形而上，它无法变得很具体。就会说，哎，所有的方法都能用，
没有不好的方法。这个我觉得它是一种术的层面，就是说我们在具体的指导过程当中会跟着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性和质都不一样，但是人体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存在正确的静坐练习方法的，不是说有那么多的静坐方法都可以练习。很多的冥想打坐的方法练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后遗症，这个是很可怕的。现在商业主流的话推的很多，比如说像听声音的、听各种引导音的这种冥想还是蛮流行的，还有像观呼吸的，就是训练呼吸的这种冥想都是非常偏主流了，就是知道的人很多啊，还有观察自己念头的这种方法、观的方法，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些后遗症，这个说的人很少，只有自己才知道我在这种方法练习的时候那种不舒服，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我不管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对，但是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舒服。它不是那种自我满足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规矩里面，我觉得那个是舒服的。就像喝茶一样，我喝到这个茶，我觉得一般啊，他哪怕他卖1000万也跟我没有关系，知道吗？就是静坐就是这样子，舒服就是舒服，难受就是难受，没有什么我现在做了1个小时我感觉好牛啊好牛啊，不是这样子的。它不是一种思维上的自我满足，就是身体做对了相应的事情，它就会出现相应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要用正确的方法来静坐。我们说的这种正确性、通用性是针对于人体这个整体而言的，不是说每个人的性格啊什么样子，那个是在指导过程当中有不一样的点会发生，但是共同的规律是一样的。这个规律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性别不同、我们的年龄不同或者我们的种族不同而有分别。只要我们做了相应的事情，就会自然的出现下一步，持续的做正确的事情，它就会持续的出现正确的反应。这个是规律，不是靠想的，它也不是说靠什么自我感动而实现的。静坐也不是说要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就是做对了你就知道，不对就会有怀疑产生。今天关于刚开始静坐，先就这么零碎的聊几句，接下来我会继续更新关于静坐方法的内容。感谢订阅，再见。